上一讲谈到卫青军团和伊稚斜单于正面交锋，斩首19000起，火烧赵信城。赵信城的被毁使匈奴对筑城这件事有了心理阴影，后来再有筑城打算的时候，反对派就会拿赵信城当成教训，认为还是保持游牧传统，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着才是最稳妥的。假如卫青当时没能摧毁赵信城的话，也许筑城这种新风尚并不难得到匈奴人的认可，毕竟就算是游牧也会愿意在某个固定路线的固定地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吧，哪怕在城里不修房子，进了城照旧搭帐篷呢。卫青从渡过沙漠和伊稚斜单于决战到追杀单于火烧赵信城，该忙的都忙完了，也没有见到李广和赵义基的影子。如果按照当初的部署，李广和赵义基兵合一处，从右翼迂回出击，应当在决战的时间点上和卫青的主力部队形成对匈奴的夹击态势。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广袤北方，既没有卫星定位，又没有即时通讯设备，两支军队只要分开，就从此断了消息。到底能不能在约定时间到达约定位置，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运气。当然，只要提到运气，肯定就要把李广排除在外了。李广和赵义基迷了路，白白绕了一个大远，终于和凯旋当中的卫青尴尬的会师了。按照流程，李广和赵义基到底为什么耽搁了，没能参加会战，这是要调查要论罪的。流程到底该怎么走，最后会怎么处理，我们呢也已经不太陌生了。不出意外的话，李广会被判处死罪，但只要缴纳赎金就可以免除此罪，贬为平民。对于武将来说，这道流程其实有点像家常便饭，因为战争总是充满了偶然因素，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贬为平民也不是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能力被认可，很快呢就会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这种事情李广并不是第一次经历，不过这一次的特殊性在于李广已经60多岁了，又被嫌弃，就算缴纳赎金贬为平民，大概率上也等不到重新启用的机会了。一面及此，李广发了好大一通牢骚，最后留下一句充满悲凉的硬气话：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意思是说自己都这把年纪，这份资历了，拉不下脸来走法律程序，接受那些文职日小公务员的盘问。话讲完了，老将军拔刀自问。所谓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这是贾谊的阶级理论结下的果。《资治通鉴》总结李广的一生，内容是从《史记·李将军列传》来的。司马迁对李广不但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特别有同情之理解。李广向来和士兵同甘共苦，死后家无余财，他的死不但使全军痛哭，就连民间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流泪。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论，说自己曾经见过李广，一代名将其实就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话都说不利索，但这又如何呢？他还不是得到了天下人的认同吗？司马迁最后引用了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说桃树和李树虽然不会说话，但被他们的芬芳吸引，树下自然会被踩出小路。司马迁还补充了一句：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说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只是很朴素的一句民间谚语，却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理解这段话，我们必须联系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司马迁有黄老之学的底子，本来呢就看不惯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而在武帝时代，朝堂内外充斥着夸夸其谈，既有讲灾异论祥瑞的，也有平地起风波要去域外立功的。虽然忙好处讲，这是帝国扩张时期所特有的蓬勃朝气，但司马迁并不这么看。李广自杀了，和李广作伴的赵以基被送进了调查流程，不出意外的被判死罪，又不出意外的赎为庶人。李广假如低得下他那颗高傲的头颅，又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的话，一定也会是这样的结局了。我们再来看看伊稚斜单于这条线。
伊志协在仓皇出逃之后，就和大队人马失去了联系。右谷离王以为单于已死，于是自立为单于。就这样过了10多天，伊志协单于总算是和大部队会合了，右谷离王这才摘掉了单于头衔。再去看霍去病那条线，霍去病麾下军队规模和卫青一模一样，但汉军精锐全在霍去病这边。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卫青麾下有李广、赵以基这些大将，霍去病反而轻装上阵，麾下呢只有一些年轻的指挥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李广之子李敢。李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场，先前上阵负责兵，在汉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李敢只带着几十名勇士，在匈奴大军之中是左冲右突，给李广全军安稳了军心。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因为他出色的作战能力吧，李敢没有追随在父亲身边，反而以大校身份加入了霍去病军团。霍去病麾下备足呢精兵强将，原计划是直接和伊志协单于展开决战的，但战局就是这么瞬息万变，任凭计划做得多么周详，任凭对计划的调整有多么敏捷，终于还是让卫青对阵到单于主力。那么留给霍去病的机会还能有多少呢？竟然非常多。霍去病的这场远征俘虏了不少匈奴高级头领，斩首数量高达70443级，是卫青军团斩首数量的 3.7 倍。更加耀眼的是，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孤偃山，也就是在狼居胥山和孤偃山举行了封禅大典。这种举动实际意义约等于0，但象征意义约等于无穷大，它标志着大汉天子对草原地带的所有权。狼居胥山到底在哪儿？说法很多，莫衷一是。主流的说法是，它就是今天蒙古国境内首都乌兰巴托东侧的肯特山。谭其骧先生主持编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这样标注的。封和禅是配套的一组典礼，所以举行禅礼的孤偃山应该就在狼居胥山的旁边。有意思的是，封禅大典是儒家最为重视的典礼，既然重视程度最高，所以讲究呢也就最多，而讲究多了，达成一致的难度就高了。所以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罢，为了亲自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遇到的阻碍不计其数。反而呢，霍去病远征在外，一个儒生都没带，谁的话都不用听，因陋就简，直截了当的就把封禅典礼做完了。做完之后，没人纠缠这个典礼细节到底合不合，典章制度更不可能跳出来大吼一声不对，这根本就不能算是封禅。不但仪式不对，臣子也没有封禅资格，霍去病就是个乱臣贼子。假如霍去病人活得久一些，因为什么政治问题真能被打成乱臣贼子的话，这一次的封禅大典确实有可能变成他的罪证了。但历史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从此以后，封狼居胥成为一则典故。每当农耕世界被游牧世界欺负狠了，就会有文人骚客频繁引用封狼居胥的故事，期待着苍天再为中原降下一位霍去病一样的战神。霍去病取得了这样的战绩，本人的封赏自不必说，麾下有4名功臣受封彻侯。李广之子李敢也在霍去病军团当中立了功，受封关内侯。关内侯本来是没有采邑的，但武帝特辟李敢，享有采邑200户，还让他接替了李广的郎中令职位。但李敢应该是高兴不起来的，父亲的自杀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有一处很值得留意的细节，自是童姐没讲，那就是在封侯的4名功臣当中，傅禄之和伊吉坚都是归降过来的匈奴首领，还有2位被增加了采邑的将军，一位是赵破奴，原本是边郡汉人，逃亡到了匈奴，又逃亡回了汉帝国；还有一位赵安基是投降过来的匈奴首领。傅禄之和伊吉坚，我们只要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外来语的音译，但赵安基的名字完全是汉化之后的样子。和赵信一样，还有在霍去病麾下作战立功的高不实，只看姓名也看不出他的匈奴血统。这样看来，匈奴人在霍去病军团当中的占比应该很高。
除了这些受封彻侯、关内侯的功臣之外，霍去病军中还有很多人获得了奖励，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对比一下卫青那边，不但卫青本人没有得到任何赏赐，麾下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因功封侯，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下一讲再见。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卫青和霍去病各自统帅5万骑兵分头行动，卫青远渡漠北，击溃了伊稚斜单于的主力，火烧赵信城；霍去病呢，击溃了左贤王，封狼居胥，仗打得都很漂亮。但是霍去病这边各种的封赏，但是以军功封侯的就有4位将军，军中还有很多的人获得了奖励，这当然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对比一下卫青那边，不但卫青本人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麾下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因功封侯，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当然会觉得这很蹊跷，但我们必须想到，我们了解到呢，卫青那一线的作战情况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司马迁的采访和整理，所以如何指挥，如何激战，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风沙等等，活灵活现，扣人心弦，特别能够激荡我们的情绪。而在当时，朝廷对军队做 KPI 考核，搞的是从商鞅时代传承下来的数字化管理，清点斩获的首级计入收益栏，清点伤亡人数计入损失栏，然后收益和损失加总求和，看看最后的数值是正是负。卫青和霍去病各带5万骑兵，霍去病不但俘获了不少的匈奴高级头领，而且斩首数量高达70443级，比自己的全军总人数还多，总收益显然是正值。史记收录的武帝诏书透露出霍去病军团的折损在3%，汉书的记载数字是2%，而卫青军团斩首19000级，仅仅是霍去病军团斩首数字的1/4略多，而且军队的折损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这样一算，总收益约等于0，得不到封赏也只是按照规则办事而已。这样一来，卫青虽然是大将军，却被霍去病后来居上，卫青今后应该何以自处呢？我们最自然的想法是，一时的高下说明不了什么，以后的路还长呢。再打几场硬仗下来的话，还不好说谁更胜一筹呢。但是仗打到这里，其实就告一段落了。资治通鉴交代了战马的损耗，汉帝国为了这场战争，官方和私人的战马一共动用了14万匹，这已经是全国战马储备的极限值了。打完仗回来却还不到3万匹，这就意味着汉帝国在这一仗当中虽然折损了几万人，但兵源还是可以源源不绝的。真正的难题出在战马的数量上，这可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恢复元气的。所以从此以后，直到卫青过世的14年间，汉帝国再也没有组织过对匈奴的大规模攻击了，打不动了。当然还有3个原因，一是匈奴经此一役被打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躲到远处养伤去了。2呢是武帝把用兵的重点放在了解决朝鲜羌族和西南夷的问题上。3是霍去病很快就会英年早逝，这一对麦胜和舅舅再也没有同台竞技的机会了。论功行赏的话，武帝呢还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思，所以增设了一个大司马的职位，让卫青和霍去病同时任职。2个人的品级和俸禄完全相同，表明看2个人从此并驾齐驱，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态势。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谁才是皇帝的新宠。于是卫青的故人门客纷纷离开了卫青，转投到霍去病的门下。这当然这是权力场上的常态，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只有任安依旧留在卫青身边。任安已经在前文有过出场了，他本来呢是一个孤儿，辗转求生，终于落脚在卫青府上，和同为卫青门客的田仁惺惺相惜。卫青对任安谈不上善待，也没有看出他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只是因为一次机缘巧合，不得已把任安和田仁推荐给了武帝，让这两个人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所以任安不肯背弃卫青，应该并不是出于多深的感情，只是不屑于去和自己一向都看不惯的那些势利小人同进同退吧。任安啊，后来呢还有很多的戏份，司马迁还给他写过一封著名的回信，也就是《古文观止》里边很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也叫报任安书。少卿是任安的字，司马迁洋洋洒洒说什么盖门芒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一长串乏愤励志，说起来就像贯口的排比句，就是司马迁写给这位任安的。这样一看，霍去病既然有几分小人得志的嘴脸，实际上呢并不是，他只是被武帝安排在了这样一个敏感的位置上而已。资治通鉴继而交代霍去病的为人，说他少言不懈，有气敢往，这是原文，意译过来的话就是说霍去病人狠话不多。资治通鉴重点记载了霍去病生活和军旅的几个侧面，使他的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当然司马光不太有这种文学性的构思，材料全是由《史记》提供来的。第一个侧面是武帝曾经要教授霍去病孙吴兵法，但霍去病有点不屑一顾，说自己动脑就够用，哪还用得着学习古代的兵法知识呢？从武帝的话来看，当时孙子和吴起的兵法已经齐名了，这才会产生孙吴兵法的这种合称。霍去病的回答表现出来一种来自实践家的强大自信，意涵的意思是远征匈奴是前无古人的打法，知识应该迭代了，没必要再翻老黄历。第二个侧面是武帝为霍去病修建府邸，修好之后让他去看，霍去病呢照旧不屑一顾，回答出一句千古名言：匈奴未灭，吾以家美也。意思是说灭匈奴才是男子汉的正经事，自己正经事都还没有办完呢，没心思盖房成家。这是非同寻常的见识和胸襟，让武帝越发欣赏霍去病了。但是第三个侧面就不那么动人了。霍去病从小享受着锦衣玉食，对普通人产生不了同情心和同理心。出征的时候，武帝特意安排了负责皇家饮食供应的部门准备出几十车的好吃好喝。而当霍去病班师回朝的时候，没吃完的好米好肉直接倒掉了，士兵们呢却还有饿肚子的。远在塞外的时候，因为食物短缺，有些士兵甚至饿得站不起来，霍去病呢却非要踢球。这并不是特例，同类的事情还多的是。不过霍去病踢球未必就是玩乐，《汉书·艺文志》罗列的兵法资料有所谓兵技巧13家，讲的是军体训练的内容，其中呢就有蹴鞠25篇。当时呢蹴鞠活动大概分为2类，一类呢像今天的棒球，一类像今天的足球。被打或者被踢的那个球已经有考古实物出土了，用细麻绳和白绢揉搓成绳子，把一团丝棉捆绑成一个球形。如果把蹴鞠当成军体训练的话，那么关于霍去病踢球的这段记载就不是在形容霍去病自顾自的踢球取乐，不管士兵的死活，而是形容他不管士兵的死活，一味严格操练，凡是饿着肚子跟不上节奏的就自动淘汰。卫青的为人刚好相反，按说以卫青的人生机遇，如果不带贬义，仅从身份意义上使用小人这个词的话，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小人得志。卫青是家生奴出身，父亲呢不拿他当儿子，同父异母的哥哥不拿他当兄弟，但直到他当了皇亲，打了胜仗，成为实至名归的大将军，也从来没有过一丁点得志便猖狂的表现。相反，他为人宽厚，礼贤下士，爱护部属。以这样的为人，给他贴上一个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标签，似乎特别合适。但司马迁说他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这是原话。
《资治通鉴》只截取了前半句，司马迁的说法可以说相当不给卫青留面子，形容他以女人一般的柔顺姿态，处处讨武帝欢心。虽然有仁爱谦和的美德，却得不到天下人的称赞。司马迁描写自己同时代的名将，对李广倾注了全部的热情。改观定论的话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家李广不但貌不惊人，嘴还特别笨，看上去就是个乡巴佬。论官职，没做过主帅；论爵位，没封过彻侯。但又如何呢？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相形之下，卫青的仁爱也好，宽厚也好，谦退也好，一切表演在明面上的美德，都不过是惺惺作态。以司马迁的文笔，这种对人物的褒贬特别欠功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卫青就是有那么大的不待见。后来班固写《汉书》要从《史记》取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要从《汉书》取材，怎么都脱不出《史记》的窠臼。司马光即便删掉了"然天下未有称也"，但到底还是保留了"以和柔自媚于上"。卫青这样一个成功实现人生逆袭的榜样人物，一个在域外屡立功勋的英雄指挥官，竟然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不至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些以和柔自媚于上的男人，在《史记》当中有专门的一篇叫做《宁性列传》，里边有我们熟悉的邓通、赵谭，不过是皇帝的男宠而已。司马迁特地提到，武帝时代宁姓大多出自外戚之家，卫青、霍去病也是因为外戚身份而受宠的，只是他们能够凭着自己的本领建功立业罢了。言下之意似乎是，假如卫青、霍去病没有建功立业的话，一样会成为武帝的宠臣成为显贵也一样不在话下。只不过因为他们确实有建功立业的表现，所以他们的事迹才会在其他篇章里单独交代，就不列入宁姓列传了。言下之意是，卫青、霍去病到底还是宁姓，只不过是宁姓当中的佼佼者。那么司马迁的褒贬赞不赞理呢？大多数人应该不会认同，但还真有反例。我们下一讲再见。